这个课程我们会分成6个单元，就是求财篇、求子篇、求贵篇、求寿篇、桃花篇，还有人际关系篇。那求财篇它的功用当然就是求财、求利，比如说投资、投机、开店做生意，或是我们一般的年轻人他有什么副业，有的像说他自己觉得他是稳定的上班族，比较没有办法说好像可以增加很多财富，但是其实他也可以避免一般的上班族破财，这个都是求财篇的功用。那最后我们希望这个课程可以花几个小时就可以从中获得你想要的一些阳宅风水的知识，然后进而来改善你现在的风水现状，让你的生活更加如意。好，那我们讲求财篇的第一个案例我们每个篇应该都会讲2个案例那这个是求财篇的第一个案例。好，那它的标题叫做业绩由0到几千万但你看了你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阳宅它力量就是这么大。当然我这里不是说每个人只要让我调完阳宅都有办法这样子，因为这个你要看你后天环境是什么。假设你是一个公务人员，那你薪水4、5万、5、6万，那我帮你调了，你说你一个月会赚几千万，这有可能吗？除非你贪污对不对？不然怎么会有可能？所以你要看你后天环境是做什么。那这个案主他叫李志忠电话、地址这边都有那我们也很感谢他同意提供资讯让我公布在网络上。那这个背景是这样子，这个是我的那个虎科大的同学已经很多年的朋友了但是他本来是不相信阳宅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基督教徒，他是很虔诚，他家里全部都是基督教徒，所以他们是不相信阳宅这种东西的啦。那为什么会找我看？你就知道他就是没办法了因为他业绩很不好，他研发不知道多久出来都没有生意都没有人跟他买，所以业绩是0。他研究什么东西研究这种叫 KNS 这是一种自动化系统，但是业绩都0，这是他亲口跟我讲的好，那为什么他后来会找我看他本来就是半信半疑的，然后他就先他签请一个那个律师事务所，一个达文西律师事务所，这以后我们也会讲到的例子应该是在那个桃花篇那边律师事务所请我来看。结果看完之后，他每次遇到那个律师，那律师就跟他讲说请我看完之后，他们案子接不完。那一开始李志忠以为说是这个律师认为说我是他的朋友，我是李志忠的朋友所以就说好话所以一开始他也不大相信，他说阳宅怎么可能那么厉害。后来每次遇到每次都跟他讲一次那他后来就相信了好，相信之后他就请我去看，那我就帮他调一调而已里面也没有改动什么东西，我就把他位置门窗什么调一下而已，结果从0到几千万，然后甚至在台中台湾大道买了这栋房子，就是后来我调完之后买的他说刚买的时候是长这样子的然后现在他已经把它弄成这样子了，已经把它装潢成这样子然后这是它里面的平面图，这间它也是交给我设计的里面的风水也是我设计的它是旧的房子，然后好像那时候花了7、8千万以上然后后来也当选这个 KNS 台湾分会的理事长。那这个就是他的案例了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没有讲说我怎么帮他调因为我们这一堂课教的其实都是行家的部分。那他的公司行家没什么问题，他的公司问题发生在理气。那理气我用的都是3元纳气，我只用这一派而已，其他派别我会，但是我没在用。我认为其他派别都不会准，我只用3元纳气。我每次我去帮他调都是用3元纳气。你去看一下我的案例我那案例每个都是用3元纳气调的。那我的案例你可以找一下了在这个网址是3个 w 点 longu.com.tw， 然后你会看到那个按钮上面那个按钮有一个叫做应该是阳宅风水案例之类的你点进去里面有超过20个案例，真实案例。我们这里的案例只要是我发表在书上或是在网络上的案例都是真实的。如果有造假的，我们愿意负法律责任这个我相信很少老师敢这样子的，而且我们的案例都是有凭有据的除了几个它因为有些比较隐私的比如说怀孕那种比较隐私的他不让我公布，
大部分都是你看我都有公布出来，名字、电话地址我都公布出来。那你会看因为你上完这个课你就知道我们这课其实讲的都是行家的部分了。但是我都是会用到行家跟理气两个我都会用，尤其是理气一定会用到理气、三元纳气来调但是你这个你没有上听不懂，所以我没办法跟你讲说我是怎么调的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那行家它就是可以避凶了，行家最主要的是它是避凶那招虎的话，它的能力比较少。招虎最主要都是用三元纳气，都是用理气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好，我们接下来讲求财篇的第2个案例，一个星期业绩增加3成。那我再强调一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我调整的案例，我拿出来案例这么好。为什么？因为你还要看你后天环境，后天环境也是要配合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主，他叫林焕生这个我不认识他，我在看阳仔之前不认识他。然后电话是这样子，地址这样子那感谢林焕生先生同意提供资讯，让我公布在网上好，那我们看一下他的房子是这一间，也是这一间，好像是这一间还是忘记了有点忘记了，年代有点久远，这应该是2014年应该是8年前的看不知道是这一间还是这一间，我有点忘记了然后他的对面就看到这个壁刀了，这边这个有个壁刀。那它是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的神位，它的案例我讲神位就好了，因为我不可能说每个房间都讲给你听，而且你也听不懂，因为这个我们都是用三元纳气去调的因为它这个牵扯到行家的问题，神位行家的问题所以这个可以讲比较多一点。我进去的时候它的神位是摆在 A 这边，那我一进去我就跟他讲说你这神位应该摆在 B 这边才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对啊，他们一开始是摆在 B 这边，然后就很平安，也很赚钱。那后来为什么会摆在 A 这边？他说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朋友，然后也懂风水，就跟他讲说，这个 B 神位面壁，因为这边是墙壁他说这样子神位面壁不行，要摆过来 A 这边，然后这样才看得出去。这边有一个落地门嘛，这个观念是没有错，但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第一个。它前面有壁刀，这里有没有？这个地方就是它这个看出去，这神位看出去，刚好就看到这个壁刀。这第一个，这行家就大错特错啦。前面神位看到壁刀，这一定会发凶。那事实上他跟我讲说，他们全家有2次差点就车祸全家都差点死掉。有一次好像是差点掉到山谷底下去。然后我去的时候林焕生自己脚还受伤，还没好，还好像还包扎着石膏还是什么。还没好，反正他跟我讲了很多啦，但是我有点忘记了。那第一个是有壁刀嘛，神位看到壁刀。第二个是理气的问题，他这边直接用落地门的话，他是收到坎气，然后他本来这边是收到艮气，那坎气的话就很不好坎气就是损丁败财。那身体方面的话，就是肾脏、膀胱、生殖系统、泌尿系统耳朵、血液方面疾病，所以他老婆也是有那个好像是妇女病、子宫方面的疾病。那原本在这边就没事了，结果他就听了他朋友的话，就移过来这边。那我就叫他再移过去，从 A 再移过去 B，就这样子。那其他的他的办公室的座位，还有房间的床位什么，我都帮他调好。好，那你看这个是他一开始他联络我嘛，他说他地址我什么时候就帮他看。看完之后，他说这是他写的嘛，老师你太强了，我后面装潢要等2星期才有工班，然后前天先搬过来做，他就还没装潢好，他就等不及，就先坐在我帮他规划的位置上然后神明厅也移好了，竟然今天接到一个跟了2年的产品都不会成的生意，这个就很快很夸张嘛那真是太神奇了。那我就恭喜他说神位的力量是很快很大的。你看他说移好3天而已，我说会越来越好要加油。然后太厉害了，而且这3天有3个客人都来问以前的产品，然后精神也很好，不会想睡觉。然后这个是我跟他讲的，他说那些山水画招财什么那些都没有用了唯有气，这气就是3元纳气啦，这是我帮他调的3元纳气
因为他之前也听了别的老师的话，也买了很多这种山水画，什么招财的东西，什么什么啦，那个都没有用啦。所以说我从来不建议客户摆什么山水画、风水法器的，我从来不卖这种东西的再来你看1楼都还没装潢，因为等到6月中，他就先搬过来，业绩大增。然后我问大概增加几%，他回答我30%，然后那些貔貅什么那些根本都没有用。好，那这个就是他的案例啊，那这些都是真实的对话。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接下来要讲的单元是求财篇里面第一个会发财的路冲。路冲，我相信这个很多人都有听过，外面老师也很多都有讲过，但是我敢说，你听完之后，绝对会有不同的见解，也会跟坊间的老师有不同的看法。那谁对谁错你可以去判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那我们看一下路冲的定义。我们要先了解一件事情的定义，还有它的原理它定义是房子的四周有路直冲而来。那这里讲到的是四周，还有一个直冲。那这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自宅在这里，然后我路冲，我从前后左右过来都算。这个跟外面的老师讲法就有点不一样的。据我所知，外面老师的讲法有些是说他要从前面过来才算路冲，然后从左边、右边、后面他都不算，这个是不对的。再来，一般老师的定义是说，有路直冲而来，但其实不一定是直冲，我这边的路是弯曲的也算路冲，或是斜的，这个都算。路冲不在于说它是直的或弯的或斜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比如说我有一条路是这样过来的，这样也是路冲，或它是这样子弯弯曲曲过来的，这也算路冲。这个都算。好，那我们再看，那它的原理是这样子原本平均受力的风被压缩成只有一条道路的宽度。好，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这样子我画图给你看。我们举前面路冲这一个是自宅 A， 然后再一个自宅 B。那你可以看自宅 B 它的前面这个是建筑物之类的自宅 B 它前面没有建筑物挡住，自宅 A 有2栋建筑物挡住。好，那这个会形成什么不同自宅 B 它的前面它就是这样子平均受风，从前面吹过来的风是平均的。但是自宅 A 就不一样了自宅 A 它的风它吹过来，它会被这个，比如说这个是甲，这个是乙甲的建筑物挡住，然后它的气流会这样子过来，这样子，然后有一半是这样子过去然后这样子气流会这样子过来嘛，然后会有这边这样子过去嘛乙这边也是一样这边的建筑物过来之后也会沿着这样子切割过来这样子，然后一半从这边跑嘛那这边还是有那这样子会形成说，你看建筑物甲跟建筑物乙的边边这边气流会异常的强，那这种异常强的气流来切割到自宅
这一种其实就是壁刀或路冲的原理，就是说它气流改变了，原本是平均受力的，却变成说在边边这边有特别强、异常强的气流，异常强的气流来切割你的簧子，那这样子就会造成你簧子的磁场，变成不稳定，所以它这样子才会有它的凶相，这是它的原理。所以你再看一下原本平均受力的风被压缩成只有一条道路的宽度嘛。那你如果还不知道，那我再举个例子，你可以想象成水管，你如果有用过水管洗东西、洗车或喷什么东西，你就知道，你水管正常的话，它是正常流出来，然后你如果说把水管压缩，你用拇指有没有把水管压缩成比较小的细缝，那它就可以喷得比较远，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嘛。那其实路冲的原理就是这样子而已，这样子造成自宅家中气场的混乱，那进而影响到住在屋内的人。好，那再来我们看它的构成条件。路冲它的构成条件，第一个道路必须比簧子窄，这是什么意思我再画给你们看你也可以看这个图啦，这个图你看这个簧子这个我画红线这个地方在这个 D1 这个 D2， 那你看D1 的距离是不是比这簧子还要狭窄？这簧子本身我们用 D 这簧子本身的宽度是 D， 那 D1 会小于 D 嘛？也就是说路冲造成路冲的这两个簧子甲乙，这两个簧子比它的簧子来的窄，之间的距离比它簧子比这个自窄来的窄，所以 D1 就会小于 D 嘛。那这样子这个才是真的路冲那像这一种D2 它大于 D 这一种的我们可以看作叫明堂。明堂应该很多人听过了就是我们大门看出去的地方45度里面叫明堂。那这一种它不是真的路冲所以构成条件第一个道路必须比簧子窄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看有一种情况它的道路比簧子宽，但是也不行。你比如说这样子，你看前面的簧子这是自窄，这是簧子甲，然后簧子乙在这边，对不对？这个之间的距离，这个 D1， 然后这个宽度是 D1 也是大于 D 但是这个不行，这是壁刀，因为它这个有切到，它的墙壁有切到。我们刚刚你看刚刚我们不是讲过它的那个原理吗？它气流这样子吹过来嘛，还是一样会用到甲这间虽然乙没有，但是甲这边气流还是会切割到。所以学阳仔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它的原理。你原理懂的话，那你就什么都通了。你就不会被说这个给误导。你说我这个 D1 大于 D 那怎么还是会不好？原因就是因为它有一边形成壁刀。好，那再我们看第二个是道路两旁要有房子或者建筑物或者是大树等等比如说像这个图这个房子两边这个 D1 这个 D 嘛，你看它 D1 小于 D 所以这个是真的路冲你看墙壁也切到壁刀而且两边要有建筑物或者是树，为什么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聚气，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观念
你看啊，这有的老师也不懂哈，他们以为说有一条路，然后比房子窄，那个就叫路冲哦。这很多老师会这样认为哦。哦，这个就是，比如说我的住宅在这边，住宅在这边，然后前面有一条路，这样子过来，但是它两边没有房子，这边是空地，这边是空地，啊，比如草地那一种，这是草地，然后这边有路，他们说这个也是路冲，这个不是路冲，这个除非是你家中有安神位看到这条路，它才叫路冲。如果没有，这个不叫路冲。为什么？因为它没有旁边没有建筑物，没有树，没有什么东西挡住，所以它气没有办法聚。你可以想看看嘛，你旁边这个如果是空地，然后你的气流它一定也是这样子过来啊，有没有？从这边过来啊，然后一直吹到这边来嘛，对不对？它怎么会像一般那种壁刀，一般这种路冲说被房子挡住，然后就像刚刚我们画给你看的啊，就往房子两旁走，怎么可能这样子？它一定也是平均受力过来的啊。那既然它是平均受力过来的，它就不是叫路冲了。所以，如果只有路，那路两边没有房子、没有建筑物、没有树挡住的，那个不叫做路冲。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路冲的图，啊，这一个这边我框起来这一间用黑色，这个用红色就框起来这一间，这一间它就不是真的路冲，它可以视为明堂，因为你看它这一间是切到这边嘛，然后这个是切到这一间，所以它刚好避开，A 这间刚好避开，它是切到 B 跟 C 这里。所以 A 这个它前面这个可以视为明堂，这个其实就是我有例子就是我自己以前在那个嘉义市太保租的房子，那我就是在那边然后开始录教材的，开始录那种 VCD 教材，然后在这边也赚了不少钱，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明堂。而且它是万方的明堂，这个以后可能没有时间讲了这牵扯到那种理气的这可能没有办法讲。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接下来是路冲在自宅的西北方、西方、东北方、南方这个会发财，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路冲它都会让你损财，不一定，因为路冲它的特性就是它的气特别强，所以路冲它如果是在好的方向的话，其实它发财会特别快，但是人不平安，这个人不平安是因为它是真路冲，真路冲的话，它的两边会有壁刀嘛，刚刚我们有解释过了。那你如果是假路冲，可以看为明堂那一种，那一种的话就没关系那一种的话，你只要是在这4个方向，西北方、西方、东北方、南方，就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会再解释一次的所以适合当店面，不适合当住家。好，那我在这边再解释一下我再讲清楚一点，我要把它总结讲清楚一点，我怕你们听不懂这个 A 这一间这个是真路冲 ，B 这一个这是假路冲，然后不管是真假路冲，它只要这个这个在万方，这条路在万方，所谓的万方就刚刚讲的那个西北西、东北南那4个方向它都会赚钱。只要是万方的话，它都会赚钱。它只要是万方，不管是真路冲或假路冲，它都会赚钱。但是这一种的会不平安，真路冲它不平安，假路冲它不会不平安，因为真路冲它会形成这个壁刀，这个我们叫壁刀。
墙壁这边的切割嘛。假路冲它没有，它的房子前面路的房子，路两边的房子比自宅宽，所以它不会形成壁刀，所以它不会不平安。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然后这个就是它根据它的原理而来的。再来，如果说路两边没有房子、没有大树、没有建筑物挡住的话，那一种也算是假路冲的一种。那个在万方的话，它因为它气没有聚，所以它不会赚钱，它没有什么用，但是也不会不平安。那一种就是等于是没有路冲的条件。那这一种的话，有，因为它两边房子还是挡住，只是它挡住的气流它是这样子过来的，这样子。它不会切到你的自宅，所以它不会怎么样，但是它的气流一样会有变强，它气流一样有变强，只是它没有切到你的房子。好，那这个路冲我们就讲到这边。当然路冲还有很多啦，其实路冲要讲的话，大概可以讲快1个小时左右。像我的师资班里面的大概就讲了快1个小时。还有很多没有讲到，比如说冲击万公无价宝。然后哪一个方向冲的路冲会造成什么伤害，这个其实都可以讲。还有路冲它的距离多少才会发凶，这个很多我们都没有时间讲了，因为我们这个是针对一些没有基础的人来教的，所以讲太深的话他们可能听不懂。你如果说想要深究的话，那欢迎你来看我的阳宅师资班。好，那先这单元就讲到这边哈。接下来我们讲求财篇的第2个单元，叫扁平屋。这个扁平屋我们会跟所谓的火车煞或者棺木煞一起来讲，因为这原理是一样的。好，那这个像这一种纵深太短叫扁平屋，就是说它的门是开在这一面的，或者开在这一面这样子叫纵深太短。这一种的叫扁平屋。开这一面跟这一面的叫扁平屋。那它如果是门开在这一面的，这一面或是这一面的，那这一个就叫纵深太长。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样的房子，你只要门开在不同方向，它吉凶就不一样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是火车煞跟棺木煞的定义啦就是自宅的屋顶它呈圆形，形成火车厢者。这个叫做火车煞。然后扁平屋的话，它不一定会这样子嘛。我们两个是一起论的那它重点其实不在于说它的屋顶是圆的所以这个坊间的老师很多讲错他会觉得说，因为我像这种它是这样子啦，屋顶这样子这样子这怎么画？这样子它的形状是这样子，然后它屋顶这边它是这种圆形的，这样子这种圆形的屋顶，这我不太会画就是它是这种圆形的屋顶，那就看起来很像棺木嘛你就把它想象成那个棺木那一种又像火车，所以它又叫火车煞或叫棺木煞。那其实重点不是在它是圆形的屋顶，或者是平的或三角形重点是在它的纵深太短跟纵深太长好，再来原理原理它如果是上面这个是做这种圆形的铁皮，这种它就是铁皮屋的温差大铁皮屋温差比较大嘛，冬天晚上比较冷，夏天白天很热这些都不是，这些其实都不是，这只是定义而已，它都不是构成它凶的原因构成的条件是房屋纵深越长，凶印越大
纵深就是这一个哈，这一个越长的话，它的凶相越大。哦，好，那这是为什么哈？我们来解释一下了哦。你看哦，你把我用这个图哈，你看哦，这个图假设哈，你看它的门如果开这边，我这样子解释你可能不大清楚，我们画图了哈。比如说哈，它是这样子，好几间连在一起的那一种哦，然后纵深都很长的这种。啊，比如说这个1、2、3、4、5，假设这个哈，假设这个第2、第3、第4这3间，那这个门开这边嘛，门从这边进去嘛，然后可能这边有时候做一个后门出去。假设我们看2这一间哈，那你会看到说哈，它的房子它的左右两边，这边是右，这边是左哈。它从这边这样子门开这边看出来的话，这边是它的右边，这边它的左边啊。然后你会发现，因为它的右边跟左边都跟别的房子连在一起，所以它没有办法开窗，对不对？所以这整面墙都没有办法开窗，它只有前面这边有办法开门开窗，后面这边开个后门窗户这样子而已，对不对？所以它这个会造成什么？它会造成空气跟阳光的不足。那空气跟阳光不足会造成什么？空气不足会造成屋内循环不好。屋内循环不好的话，人容易生病。阳光不足也是。我们阳宅学里面有一句话叫“阳光不到，医生到”，就是说你的房子里面，如果很多阴暗的地方没有晒到阳光，那这户人家就容易生病。所以重点是这样子，是你空气跟阳光不足，所以会造成这种纵深很长的人住了之后容易生病。好，那为什么会财运不好？这个我再画一个给你看哈，这个就是倒过来。它如果是这样子，然后门开这边，然后门可能开这边，那这个会有一种现象，就是说我进屋子里面的气，然后你看很扁只有到这样子而已嘛，它的深度只有这样子而已嘛，纵深不足，那就是什么？就是我气聚不够。气聚不够不足，你看我才这么短而已啊，所以等于说我气聚成这样子，然后我就要从这边溜走了，就叫气聚不足。那气聚不足，代表说就是我的钱没有办法存起来，所以这个等于说就是你的钱存起来的那个深度了。我们房子最好是要1:2到1:3左右，就是我的宽度是1的话，我的长度要2到3，这是正常的。太长的话叫纵深太长，太短的叫纵深不足。纵深不足的话就气聚不足，气聚不足的话，你的钱就存不住，财运就差，就这样子。所以它的凶印就是财运不佳嘛，漏财严重，这个是纵深不足的，扁平户有2种这种是纵深不足的，就是这个，这是纵深不足的。然后身体不健康易生病，这是纵深太长的。所以你会发现说，你只要懂它的原理的话，你其实不用背那么多东西。纵深太长就是看不到阳光，然后空气循环不好嘛，所以当然容易生病不健康。然后纵深不足的，就是因为它气聚不够啊，房子里面不够长风聚气，气聚不够，所以财运就不佳，漏财严重。所以你要
看懂阳宅的话，你一定要懂它的原理，哦，所以我们才会那么注重它的原理啊。我会跟你讲说，哦，每个这个形煞的一些原理是怎么样，构成条件怎么样啊。好，那这个哈就是所谓的火车煞或官木煞，或叫扁平屋啊。好，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求财篇的第3个单元，生煞屋。啊，这个生煞屋比较好理解，哦，就是说你的房子，哦，四周围有那一种制造噪音的公司、工厂、铁路啊、高速公路等等那一种，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就是在那种一般高速公路的两边，它有的会做这种隔音的。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就是因为它太吵嘛，会吵到旁边的住宅。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定义。就是自宅四周有老人的噪音产生，比如说工厂或铁路或是高速公路等等只要有老人的噪音，那就算啊。好，那它的原理很简单嘛。第一个当然是噪音太大。那噪音太大会怎么样？它会影响人的情绪，然后让人睡不安稳。那久而久之，就容易患这种脑神经方面的疾病了。好，然后第二个会带走宅气。这个是什么意思哈？这个是如果它刚好有铁路或高速公路在自宅的四周经过，而且要比较近，这样子的话会带走宅气。因为我们的房子，你看房子在这边如果说它的四周有这个铁路这样经过，那火车它是很快速的这样子通过嘛，那这样子它的气流在通过时候气流会把房子的宅气带走，这样子会使得说这个住在里面的人会日渐衰微，越来越不好了，会日渐衰微，越来越不好，财运不济，这是它的原理好，那我们再看它的构成条件我们这边没有写到你可以抄一下它的构成条件，第一个当然是声音的大小，因为它是噪音影响的嘛所以声音的大小，声音越大，影响当然就越大嘛。好，那第二个就是它会带走宅气。有说这个是因为铁路跟公路的影响，所以就是它的远近。我刚刚说要近才会影响所以第二个是铁路啦公路的远近。这个是个构成条件好，那再我们看它的凶印，它会有什么凶相？第一个，身体不好。我刚讲过它就是声音会干扰我们嘛，会造成我们情绪的不好，睡不安稳。那久而久之，你就容易患脑神经方面的疾病嘛所以身体不好。第二个，事业不顺因为你被干扰然后睡不好，脑神经都衰弱了，你自然而然你在事业上的判断就会发生错误的判断，就不正确的判断，那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一生当中会面临很多，你看会很多这种不同的判断，然后不同的判断它就会导致你的路要怎么走，对不对？那你如果都往正确的判断，那你就是都往正确方面去走嘛，你说做正确判断的话，那你一生中就是都一直往顺的方面去走。那你如果判断不对的话，那你就是一直往错的方面走，那你的人生路就比较坎坷嘛，比较不顺嘛，就是这样子所以事业就会不顺，就是你发生错误的判断。
啊。然后身体不好，事业不顺，当然你的财运就会差嘛，存不住钱嘛，因为常常生病啊，哦，事业又失败啊，那当然就是财运差，存不住钱。啊，好，那这要怎么办哈？这很简单啊，它的改法啊很简单。阳宅有的有办法改，有的没办法改啊。有办法改的话，有的我会在里面讲，比较简单的，然后比较难的话，比较深一点的话，可能就没在这边没有办法在这边讲了哈。可能你就要看一下我阳宅师资班的内容哈。那这个改法就是很简单哦，你就利用隔音墙嘛。就是刚刚这个东西嘛，啊、这个就是隔音墙啊、这个东西，啊、好，那你也可以用隔音窗啊，自己安隔音窗。但是安隔音窗有一个缺点啊，安隔音窗通常你就是要密闭嘛，那密闭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纳气。好，这个纳气才是真的哈，真正让你赚钱的东西。哦，纳气有分内气、外气，这个有时候我们讲外气的话主财嘛，所以你一个房间一个房子，如果说都没有开对外的窗户的话，那你这样其实很难赚到钱财啊。好，那你就可以装隔音墙、隔音窗，让这个音量来降低哦，这是它的改法。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我们接下来是要讲求财篇的第4个单元，叫高压电塔旁。好，那高压电塔，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哈，就是像这一种铁塔这种高压线电塔这种，这个很常看到像这一种，或者像这一种。这种都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它的原理是什么？这很简单嘛，它的原理就是说，高压电强大的电磁波，它会让人脑神经衰弱，这个跟声煞一样啊，声煞是声音来干扰你，然后这个是强大的电磁波来干扰你。好，那这个有关电磁波对人体的危害，你其实上 Google 都可以找到了哈。这欧美等先进国家其实都有相关的研究报告啊。好，那它我讲一下这个讲凶音之前，我讲一下它的构成条件哈。它的构成条件是这样子：高压电塔的电力越强，这是构成条件。电力越强，当然影响的范围就越广，凶印就越大嘛。那如果说输电线经过自宅的上方，那更严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距离。然后距离你看它分2种一种是电塔跟你的距离，高压电塔跟你的距离；一种是电线，高压电线跟自宅的距离。坊间我讲到坊间都是论这一个，但其实我看的是这一个。为什么？高压电塔它根本就没有电。真正有电的是电线，那你跟高压电塔的距离有什么关系？它有没有电？我画图给你看比如说这个是高压电塔，然后它有这样子线这样子牵过来嘛？那你看你觉得我这一栋比较严重，还是这一栋比较严重？这一栋
A 这一栋它离这个电塔很近，对不对 ？D， 然后 B 这一栋它离电塔很远 ，D1， 啊，很远。但是它 A 它2层楼，它 B 3层楼，然后这线经过有没有 ？A 离的线 D3 比较远，但是 B 离这个线 D4 比较近。这样子的话，当然是 B 比较严重啊。但是 B 它离电塔比较远呢，为什么它比较严重？因为它离电线近嘛。这电线才是真的会产生电磁波的东西呀，不是电塔。电塔它本身没有电，是电线才有电。所以一般老师都搞错了啊，不是电塔的关系，不是电塔的危害，是电线的危害。哦，所以我刚才讲说，电线如果从家里上方经过的，那会更严重。好，那高压电塔强大电磁波会让人怎样？第一个身体不好，致癌。这是为什么？这跟声煞一样，就是会让人脑神经紧张，长期下来甚至会有致癌的可能。这个是外国有研究的。那同时因为电磁波干扰了人的思虑，那导致宅内的人产生错误的判断，那就进而会造成投资不利、事业不顺嘛。所以它是这样来的。好，那有没有解决之道？像这种的话，不是他搬就是你搬了，不是那个高压电塔搬、电线搬就是你搬了，所以就是要搬了，看是要搬家还是要移电塔，你不要去期望说挂什么罗金八卦阵、山海阵那个会有用那个没有用你不信的话，很简单嘛。这种东西很简单来印证啊，要怎么印证？你去买一个测量电磁波的那个没有多少钱，那1000多块就有了。那个我也有买一台测电磁波的，它里面会有测那种什么电磁波，还有什么静电那个什么低压电磁波什么的很多种3、4种。那你去测它电磁波嘛，很简单啊，你测了之后，他如果说有电磁波的危害，好，那你叫老师来挂什么山海阵、八卦镜，你挂看看，你挂下去，你再测，保证一样啦，不可能变的啦。那从这边也可以证明说，挂那种东西是没有用的。所以为什么我在上课的时候，不管是初级班、师班，什么班都一样，我都不建议人家去挂那种东西，因为挂那种东西是没有用的，是没有用的你就只有搬家。你不信的话，你测看看嘛，很简单然后你要看你家里有没有被那个高压电线给干扰，很简单嘛，你就测测看，有超标的当然就是有啊，没有超标的就是没有。所以远近那个没有绝对的判断方式有的学员问说多远叫远，多近叫近，你就去测看看都知道啦。你买一台去测看看，如果有就是近，没有就是远嘛。然后你看你挂那个山海阵、八卦镜下去，你看有没有用？如果电磁波变没有了，那就是有用。如果电磁波还在，那就表示它挂那东西是没有用的嘛。但是我相信那是没有用的啦，因为这我做过实验，那根本就没有用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我们接下来讲求财篇的第5单元，一屋独耸我们先看它的定义。自宅的高度比邻近周围的建筑物高出许多这个就叫做一屋独耸那它的原理就是四处无遮，四面受风吹雨打你可以看这个图这一间或者这一间或这一间，这一种都是叫做一屋独耸或这一间
哦，你可以看到它四周围哈没有比它高的建筑物。哦，我们四周围的意思哈，不是指说哦这一栋，然后比如说 A， 然后你说啊 B 比它高，我们不是这样比的哈，我们是要比说这一栋如果哈这旁边的这建筑物如果倒下来压不到它，那这样子的话，那一间就是一屋独守。简单的定义哈是这样子。好，啊像这个其实它只是照片看起来比较近，其实它这个是很远的，然后压不到，压不到的话，它就叫一屋独守。好，那还有像这一种，像101这一种，哦这种一屋独守，哦这个都叫一屋独守。就它周遭没有跟它一样高的建筑物的这一种，然后比别人高出很多的这种，都叫一屋独守啊。好，那为什么四处无遮，四面受风吹雨打就不好？这个是因为你想想看哦，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啊，我们一个人如果没有穿衣服，哦，假设他没有穿衣服，那这样子像最近冬天哈那么冷，哦，那像夏天太阳很大嘛，还有时候下雨之类的，哦，风吹雨打，那他没有衣服来蔽体，那这样子的话，哦，他身体就比较容易受到损害。那房子一样啊，四面受风吹雨打，那这样子它的磁场就会受到严重干扰，进而影响到宅中之人。哦，这是它的原理。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哈，那它的凶印是什么？如果是一般住宅啊，这个不是，这个只是随便一张示意图哈，这个不是一屋独守，应该没有哈。如果只是一般的住宅，它会破财。二是遭度凶杀。好，那为什么会破财？为什么会破财？因为它四面无遮，四面都没有遮嘛，然后太过于孤寒。好，那如果是公司的话，哦，公司的话会怎么样？会赔钱，然后下属向心力不够。好，这个一样，哦，遭度凶杀，这个是因为太过突出。哦，那赔钱一样哈，太过孤寒。好，是这样子，好，好，那这个就是一屋独守啊。接下来我们讲求财篇的第6单元，出门直下楼梯。好，这个图哈，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哈，门它一打开，有一个楼梯往下，这个也是一个楼梯往下，这个叫做出门直下楼梯。好，那再看这个图，这个图也是这个门打开直下楼梯，然后这间红色大门这间这个也是这个有3阶，出门直下楼梯。那这一间它就没有这间绿的这间没有。好，那这个会怎么样哈？我们先看它的定义哈，地基垫高，宅气往外流。好，这个通常是房屋怕积水。这个房屋怕积水，所以他把地基垫高。那垫高之后，它的宅气就会往外流。这样子嘛，你看到，比如说这房子这样子，跟一般的地势一样高，好，那宅气它就在屋子里面嘛。但是它如果垫高，
对不对？它如果这样垫高，那它门在这边嘛，哦，这个门在这边，那它比外面的地势高啊，所以宅气它就会往外流。啊，这个原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无法聚财，因为我们宅气就等于财气呀。哦，所以它宅气外流，财气就会外流啊，所以就无法聚财，常赔钱、被倒债等等啊，就会这些凶印啊，无法聚财，常赔钱，被倒债啊啊。那还有些房子哈，它的一楼做车库，这个我们常看到哈，然后要进大门的时候，它要爬好几层的楼梯，哦，就是它这样子。这样子，然后底下这个当车库，然后大门在这边，然后出门他要爬好几阶，这一种也有这一种嘛，然后这边它是它的一楼，客厅之类的，哦，也有这一种，这种的话那更严重啊，哦，这个严重性就是看它的高度。哦，看它直下楼梯这楼梯的高度几阶啊？哦，那其实哈，这个要怎么看哈？这个我们之后讲到收逆水的时候会来讲，到底我们这个地基，我们的地基的高度哈，到底要多高比较适当？你也不能太低哦。哦，太低的话，晦气会流入家中，哦，家人容易生病。好，我们等到我们以后讲收逆水的时候，我们再来解释啊。那这个我们先讲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讲求财篇的第7单元，门前有积水。啊，这个水哈，我们分成积水、急流啊、急流。哦，那还有什么缓水，慢慢的流，叫缓流、缓水啊。哦，那这两个的吉凶哈不大一样。哦，我们看一下哈，积水的话会有什么吉凶哈？财留不住，难存钱。那如果它是缓缓的哈，缓水或缓流都可以的哈。这种的话是什么？桃花。这以后会讲嘛？哦，以后讲那个桃花篇的时候会讲。而且这种通常哈，它会有一些那种声音呐，哦，并不是说缓水它就一定是桃花哦，它还要有一些声音，要有条件的哦。这以后我们会讲。哦，那这一篇的话，它是讲到积水。哦，那为什么积水会钱财留不住，难存钱？哦，这个我画给你看哈，这水其实看还有方向性的。啊，我们房子啊，假设是这样子，门开这边，大门开这边，哦，大门开这边，然后向这边嘛，哈，好，这其实是还有那个它的方向性的啦。如果今天它的水哈，它的水是从屋后往屋前流出去，哦，龙虎边都一样，这一种的话最严重，就是屋后往屋前流。这一种的话是最严重的。哦，那另一种是屋前往屋后流，屋前往屋后流。
这一种哈，这一种会进财，但是它有条件。这种会进财，但是它的条件是水要流过房子的中心线。所以像这两条哈，比如说 A、B 这两条其实哈是比较不标准的。真正标准的要怎么样？它要这样子流，它最好是要这样流，就是它要从这边，假如从这边流过来，然后这样子绕过去，这样子，这样子就有过房子的中心线，因为我们房子中心线是这样子嘛，你看到是这样子嘛，我画虚线这个哈，这叫房子的中心线啊，那这个水流你看要流过这一条嘛，这一条。它这样子叫流过房子的中心线，这一种的话才可以，那它如果从这边流过来，然后这样子绕过去，这样子这样子这个水它没有流过房子的中心线嘛，没有流过这里嘛，所以像这一种红色这一种就是不标准的，要绿色这一种才是标准的，那这为什么这个我们阳仔师班有讲了那我们这边就不解释那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讲求财篇的第8单元，门前见破屋。这个在外面的老师坊间老师有的讲得很严重但事实上它其实没那么严重那什么叫破屋你看这个照片这个房子这个看起来就是很破破烂烂的，没有人住的这一种，然后门窗都破掉关不起来这一种叫破屋。像这一种这种也是好，那我们看它的定义自宅的门前看见残破的他屋例如门窗破烂者这一种就是那它有什么凶印？破财、生病。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人，你要怎么解？这个讲简单也简单了讲难也难了，因为它的解法就是你要尽快把破屋整修好。但是这破屋不见得是你的有可能是你不知道是谁的那也不知道他要不要整修所以有时候他肯有时候你帮他整修，他当然说好那有时候他不一定会肯会答应所以这个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好，那还有一种是门前他见到没有人住的，他不一定是破屋，他可能是这没有人住，只是比较旧，没有人住，但是还不至于破。像这种的话也不好为什么？因为没有人住的话，它的晦气比较重阴气比较重，晦气比较重，所以这个也不好所以这个也不好，会容易破财，会生病所以其实这个我讲清楚一点好了这个其实它的吉凶构成的条件，第一个是远近，第二个是神位有没有看到。这里的神位就是包括祖先牌位。
啊。第一种情况是他祖先神位没有看到，或者没有安祖先神位啊。我们讲这个神位，就是包括祖先牌位跟神像哈。好，他没有看到或者没有安，那这时候构成的条件就是你自宅跟那个破屋之间的远近。那这个远近怎么判断？不一定，你要看那个破屋它旧的那个破旧的情况，还有它散出来的气味道的情况。那原则上就是你在你家门口，你只要闻得到那间房子的味道，那这样子就一定是不好。构成条件是远近。为什么是远近？因为你远近才能判断说它的晦气会不会流到你家，你会不会闻到他们家的晦气。所以重点是他家的晦气会不会影响到你家。那第二个，如果有安神位或祖先牌位的，看到就不行。神位跟祖先牌位他不用闻到，他只要看到就不行。所以构成条件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讲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讲求财篇的第9单元，叫门前有深坑。好，那我们看这个图这个你看它的这个房子看它在这边然后它的这边就是它的门前嘛。然后你看门前这个山这个突然崩坏那变成一个往下的就叫做坑嘛。像这一种的话会怎么样？我们看一下我们先看它的定义自宅的门前先有一个小平地，接着为深坑这是你的房子是这样子然后前面这是屋前这是大门，这边是前嘛，然后这边是平地嘛，先有一个平地，但是接下来是一个坑这样子它不一定会再往上啦，有时候就是直接就往下就这样子都可以。好，那这一种的话会伤女破财注意是女生跟男生比较没有关系这为什么？因为我们房子是这样子房子门在这边，这边是它的前，这边是后嘛然后这边是左，这边是右，它代表的男生女生是这样子，男左女右嘛这个是左边是男嘛，这边龙边嘛，然后右边是女生，这代表的是虎边，代表女生。好，那后面是男生，前面是女生。男左女右这个大家都知道啦，但是后男前女这个有的书上会写错，有的老师会教错这个是这样子后面是指男生所以屋后如果有凹缺处，那是伤男生那前面有凹缺处，那个是伤女生那如果你要论说伤家中第几代的女生，那这个要看你那个深坑距离你自宅几公尺。这个怎么算这个我教给大家这个是秘诀我教我们老师讲的，但是我自己又把它改过。那改过这个我就不大方便讲因为这个是师资班的那个学生的权利了我们那个之前老师幻龙达老师，他是教6公尺为一带那为什么这样子我不细论的啦这有它的原因的。也就是说这个坑前面这个坑这坑这个如果这一段如果是在6公尺以内，那就是伤第一代，伤家中的第一代女生嘛。那如果说这个距离它是在6到12公尺，那就伤第二代。依序类推嘛，12到18就第三代
依序类推，哦，看这个距离。这其实形态也是一样哈，比如说壁刀，这样子啊，好，壁刀也是一样，这个壁刀在几公尺也是这样算。好，这一段到我房子的距离，这是我们老师教的啦，但是我把它改良过啊，我把它改良过，我改的比较精准啊。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哈。我们接下来讲的是求财篇第10个，田野空旷地建屋，宜有围墙啊，要有围墙。好，那我们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房子，看它四周围都是空地啊，这个叫田野空旷地建屋啊。还有这一张也是啊，这一张就在我们斗南拍的。哦，这个旁边哦都是这种田地或是草地之类的。好，那像这一种会怎么样哈？会破财，没有贵人，换小人。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是因为在这种空旷的地方盖房子的话，会因为四周无屏障，没有屏障。好，我们房子盖起来。好，假设前门在这边哈，从这边看出去，这边是前。好，那我们后面这边、左边、右边，哦，这边左右后面都要有围墙，啊，有靠，哦，或者是有别人的房子、有树等等。为什么？这之前讲过了哈，那个龙边没有靠那个讲过了哈，因为你没有靠的话，就会受到风吹日晒雨淋，就像你人没有穿衣服一样。哦，还有你看我们人坐着，啊，你一个这种板凳，啊，人坐在上面，那后面左边右边你都没有靠的话，坐着啊，久了之后就会觉得很累。那你如果做这种哈，这种有没有？这种椅子，就是左边、右边、后面都有靠的椅子，哦，那种办公椅那一种、太师椅那一种，哦，坐起来你左边、右边都有扶手，哦，都可以把手放在上面休息，然后后面也可以把背躺在上面休息。那这样子你坐久了哈，才不会那么累。房子道理也是一样。哦，你左右后面一定要有靠。好，那如果没有靠的话，就会风吹气散，无法聚气，所以会有破财。哦，这个破财就是因为它风吹气散，无法聚气。啊，然后没有贵人换小人，这个就是后面没有靠。好，那要怎么解？很简单啦哈，就是因为这个通常盖在田野之间的哈，通常它的前后左右通常都是他自己的地，所以你就是在这个前后左右，前面不用了哈，前面可以不用，也可以要哈，你就是这样子，至少左右后面要围起来，前面要围也可以啊，就围这样子。围一个围墙，啊，然后围墙围起来之后，在围墙的外围再种树或种竹子，啊，那前面不用种，左边、右边、后面种就好了，啊，就是种在这边围墙的外围，哦，种一整排这样子，这样子，好，这样种起来，好，但是种树它有2个缺点。第一个你要考虑到，你如果种太近的话，它的树根会穿到屋子里面。
树根穿到屋子里面，这样子会有血管，还有这个筋骨方面的疾病。那第二个考虑的是，你如果太近的话，它叶子这个树叶太密，它会遮住阳光，它会把阳光遮住。遮住阳光。那遮住阳光的话，会导致怎样？我们之前讲过嘛，阳宅你没有阳光的话，医生就会到嘛。阳光不到，医生到就会造成阳气不足，然后容易生病。然后晚上的时候这个树影在窗外摇曳会产生不好的幻影。容易受到惊吓，这两点缺点好，那这个我们就讲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讲求财篇的第11个，屋宅出入门太多。你看这一个图这个它是代表一间房子的里面还没有格局，还没有隔间所以你看它有4个门，1、2、3、4个门。一般如果超过3个门就太多了。我们最多就是前门，前门就是所谓的大门还有后门，你顶多在一个侧门，3个那如果超过3个就太多了。所以这4个就已经太多了。好，那太多会怎么样？我们先看第一个是口舌是非多，第二个是钱财留不住。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这很多老师只知道这个结果，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尤其是第二个。第一个他们还知道因为我们阳宅上这个大门门窗不一定是大门只要是门跟窗都代表口舌，所以不能太多。门窗为什么代表口舌？你想想看我们人是用鼻子跟嘴巴呼吸，对不对？那一间房子，它靠什么呼吸？它靠什么来纳气？就是门跟窗嘛。所以门跟窗就好像我们人的口鼻一样，所以就把它引申为口舌。太多的话，我们一个人的话就是一个鼻子2个鼻孔嘛，一个嘴巴嘛。那你太多的话，嘴巴太多的话，就是口舌是非多。它是这样子引申过来的。好，但是为什么会钱财留不住？这个有的老师讲说因为你嘴巴多嘛，嘴巴多的话吃东西就多，吃东西吃多，钱那里花多。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因为纳气的问题，3元纳气的问题。3元纳气的问题。我们3元纳气有旺荒跟衰荒，这个之前应该讲过了旺荒跟衰荒嘛，然后各占一半，各占一半。这个旺荒跟衰荒它各占一半，所以我讲清楚一点衰荒的话，它就是说它在北方，还有西南，还有东方，还有东南。那旺荒的话就是西北、西、东北、南。这个是以目前的元运以后就不一样了就是到2044年以后就不一样这是目前的元运好，那你看这个，那假设我们这边是北好了这边是南，这边是东，这边是西。那假设是以我们目前的元运的话你看假设我们人在这边，那这个是西嘛，这个是好的，对不对？
这边是东北嘛，这个门是东北，这个也是好的。那这个是东南，这个是不好。这个是北，这个不好，对不对？所以你一间房子门多的话，一定会有用到不好的纳气的门。那不好的纳气的门哈，我们外气我们又分这个门又分了外气跟内气哈。那通常门是往外的哈，通常这个叫外气。那外气它又跟这个财有关，然后内气是跟健康有关，还有感情，家人感情。然后外气是跟财跟健康有关，身体健康啊。好，那一间房子的门通常我们讲的是那个出入口嘛，所以它指的是外气，所以跟财有关嘛，所以才会导致说钱财留不住嘛，财气往外流嘛，而且又纳到衰气，好，那我们这个就讲到这边哈。接下来我们要讲求财篇第12个单元，叫穿心煞。好，穿心煞它又叫穿堂煞，所以有的风水老师说这个是阳宅第一大煞，很凶狠的第一大煞。但是坊间大部分的老师对穿堂煞的定义却不够了解，解释给你听哈。好，穿堂煞它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说前后两门都开门，然后这样子气流这样子直接通过去，从前门可以看到后门，从后门可以看到前门，中间没有挡住，这个就叫穿堂煞。那会怎么样？心脏有毛病钱财留不住。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你看它的定义由前门一眼可以看到后门嘛，它的原理就是无法藏风聚气。那为什么它没有办法藏风聚气？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是我在9年前我就录过一个穿堂煞的影片，你在 YouTube 上找得到，你应该打陈龙宇穿堂煞应该就可以了，或穿堂煞陈龙宇你在 Google 上或 YouTube 上找，一定可以找得到，因为我那个影片已经有23万人看。好，它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如果人坐这3个位置，那它前后门是开在这边，这样子会有造成什么结果？会造成说这个气流有没有？这沿着这红色线这样过去。那我坐在这边的人是不是没有循环到气流？那最好的方式是怎样？是我在这边跟这边开，它气流会这样子流，对不对？会这样子流。那这样子我这边才有循环到嘛。那它不是，它是像这种前后这种，那它这样子气流这样子，我这边的人就没有循环到，那我这边的空气永远都是没有循环到的嘛，那就是不好嘛。那另外一种，它是人是坐在这边，那这样子虽然有循环到，但是又太强，气整天这样子直冲是太强，所以这2种都不好。好。那有关于穿堂煞的话，我希望你们去看一下我那个之前9年前录的那个影片，因为我里面讲了33分钟，然后内容讲得非常详细很多看过穿堂煞的人都说这个我的内容是所有坊间里面讲穿堂煞最详细的那你们如果自己有兴趣的话，可以到那边去看到我的 YouTube 去看其他影片尤其是这个穿堂煞，这个很重要。我里面讲到很多真假穿堂煞，很多不是真的很多穿堂煞它并不是真的它一定要构成什么样的条件才是真的穿堂煞才会发凶你不要看到说前门对后门就叫穿堂煞，那个80%、90%都是错的。好，那这个章节我们就讲到这边接下来我们是讲求财篇第13个，办公桌的座位左方开窗就是你坐下来，你的左手边有窗户我们可以看这个图我们这人坐在这边嘛，你看到左边这边左边这边都是窗户
像这一种的叫做办公室你的座位左边开窗。好，那这个会怎么样？这很简单这是室内格局这个很简单。这第一个损财，第二个容易感冒。好，那为什么损财其实我们坐下来，我们左右后面只要是有窗户的话，都会损财。但重点是离多远。你比如说我画给你看比如说我的办公室这样子，然后假设我这边开窗户，好，那我坐在这边，我这样子也是左边开窗啊，对不对？那我人坐在这边，这个 A 跟 B 都叫做左边开窗啊，但是我 A 却不会损财 ，B 才会，为什么？因为 B 离左边的窗户比较近，所以重点是远近，不是左右。它不在于你窗户开在左边或右边，是远近。好，然后窗户要离你座位多远？至少要60公分。这个窗户距离你的人你人坐下来离窗户越远越好。至少要60公分，2尺60公分。第二个是为什么会感冒？为什么容易感冒？我们先把这个讲清楚一点好了为什么我们这边强调左边？因为左边代表自己，如果是在公司的话左边代表自己嘛，右边代表是什么？客户嘛。那如果你是主管的话，左边代表自己，右边代表客户跟员工，客户或者员工都可以。所以都跟客户有关嘛。那客户代表你进财的那个的对象啊，所以才会跟损财有关啊。那再来，为什么容易感冒？你离窗户近，当然受到的风、受到的寒就比较严重嘛。那我们感冒就是受到风寒嘛。你如果夏天比较没感觉啦，你冬天你不相信的话你冬天你去摸窗户的旁边，就是你摸那个玻璃，你就会觉得说就算你隔着玻璃没有开窗，你都觉得说会有温度比较低的那种现象。那你开窗的话，那更严重。所以不管是座位或是你的床位，你人离窗户太近，都会容易感冒。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讲求财篇的第14个单元，叫做家中窗户太多。这个其实跟我们第11个就是阳宅出入门太多那个一样。我们刚讲过，门窗其实它的作用是一样的。有的老师讲说门是纳气，窗户是排气，这不对这个坊间有老师讲说门是纳气的，就是进气，然后窗是排气的，是出气的然后这个是进气，这不对你自己想看看，如果是那种大楼公寓的房子，你的大门通常都是关起来的，而且你大门打开通常是楼梯间、电梯间那边通常是比较密闭的空间。那你的气是从哪边进来？你的气通常都是从你那个窗户阳台那边，有没有你打开对外的窗户那里嘛，通常是那边进来的那所以怎么会是门一定是纳气跟进气，窗户一定是排气跟除气？这不一定好，再来我们看这个你看这个房子里面窗户这么多，那一样就我讲过了就会造成什么现象？窗户就是口鼻嘛，那你多的话，你纳气就会杂乱一样比如说这边是北，这边是东，这边是南，这边是西那你看你这样子的话，这边你看1、2、3、
4、5、6个窗户，对不对？然后这边就会纳西的，这是好的，以目前的元运哈。然后这个东就不好，哦，然后这边西南这个也不好，然后东南这个也不好，哦，然后这个有可能会纳到东北，这个是好的，这个有可能会纳到西北，这个是好的，但是它也有可能会砸到也砸到北，哦，这要看角度跟它的格局，所以反正就是你太多窗户，它一定会纳到不好的气，哦，所以才会有这种漏财。那我们门那一篇就讲过了，门窗代表的是口舌嘛，所以口舌是非多，漏财。好，那这个就讲到这边哈。接下来是求财篇的第15个，玄关要保持通道顺畅。什么叫玄关？玄关就是大门进来到客厅的一个缓冲的地方啦。好，比如说有的人这样子哈，他的门假设开这边，好，然后他进来之后，他会有一个屏风或什么隔着，然后这边可能是客厅之类的，那这边就是玄关。那有的人没有玄关，如果你没有这一片，你没有这一片的话，直接进来就客厅，那你如果这片挡着，那进来是一个玄关，然后从这边进来才是客厅，它是这样子定义的啦，就是门打开有没有？门打开，然后这个地方这地方就是玄关。那你看这个人这个鞋子什么这么多这杂物太多，好，那会怎么样会财运不顺。口喉易生病，就是嘴巴喉咙。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通常是透天的才会这样子，透天的别墅这一种才会这样子，因为透天的别墅型这种房子，它的门才是真的是那种我们一般纳气屋子纳气口。其实有些也不见得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人，他大门通常都没在开，有开的人才算是常常不开的人他其实他的大门也不算是纳气口通常是窗户那如果现在的大楼，那就更不是大楼你那个大门通常都不会开，你只有进出的时候才会开嘛，你开的通常都是你的那个阳台那边的窗户客厅阳台那边的窗户嘛。好。那这边是假设说你是这种透天的，而且你大门会开的人，那你又用一些东西把它挡住用一些杂物堆积一些杂物，比如说这个鞋子鞋柜那一种，那等于说你把什么？你把那个纳气口挡住嘛把这纳气口挡住。好，那我们讲过外气是财这之前讲过了，外气主财。那你把外气挡住了，假设你那边是旺方，那这样子当然你就把自己的财挡住所以财运就比较不顺而且你如果又堆积那个东西是像鞋柜那个有鞋臭味的，还是什么有灰尘的，那你这样子吹进来的风就比较臭，比较那个污秽嘛，比较不健康嘛，所以口喉就容易生病这道理是这样子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说，现在的大楼。因为现在人通常都住大楼比较多了你大楼的门通常没在开，你反而是从窗户引气进来，所以这一条就变成说，你窗户假设你的窗户在这边嘛，客厅的窗户在这边这边引气进来，那你在窗户这边你人可能坐这边这样子，电视在这里，有可能是这样子的那你进来，你如果在这边这边堆积杂物，那这样子也会造成气口不顺所以你要看情况所以阳甲不是那么固定式的说规矩怎么样，那个书上写怎么样就一定是会怎么样不一定，你要看情况，你要会变化好，那这个我们就讲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讲求财篇的第16个就是办公桌后面有门可以通往室外的，比如说这样子
这个办公桌后面有门，那我就故意画这么远这其实正确的画法应该是它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然后人在这边比较近一点这个跟左侧有窗那个意思是一样的，跟我们那个之前讲过办公室坐下来左边有窗户那个是一样的。你在意的是远近，是那个门离你座位的远近，而不是说那个门在你的什么方。你像这样子，其实它没有关系的，这么远其实没有关系的。要像我画的这一个在这边这么近这就有关系的了。然后这个会怎么样？这个会破财，还有被倒债。好，那为什么会破财？我们讲过就是你人坐下来的地方，你的左边、后面、右边，只要是有门窗的话，都会破财。那气都会往外流，都会破财。那这个其实也是跟纳气有关的，这很多老师也不知道。其实这如果要讲清楚一点的话，它也是跟纳气有关的。为什么？我画给你看了这个你可能听不大懂，但是我画给你看，尽量讲清楚你看这个假设说我这边是南，然后南它这边开一个门或窗在这边，如果我人在这边，窗户在这边，我这样子纳到南边的气我就比较专。但是我如果人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就可能会砸到其他的气，砸到西南或东南的气，会砸气，砸到西南或东南。那你人在这边离南边比较远的话，气就比较专，就不会砸到，就会在同一个卦位。那你砸气的话就不好，我们南只要砸到东南或西南就不好了。不是说好坏一半，我们纳气不是这样子，所以纳气你只要有砸到不好的就不好了，这很简单的道理啊。这个就像一杯干净的水一杯干净的水，然后你倒1滴2滴脏的水下去，那你这杯水就脏掉了嘛。这原理是这样子所以你只要砸到一点点东南或西南的，那这样就不行了。这原理是这样子那所以距离太近的话，纳气就不好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你办公室如果说老板坐这样子，然后前面这样子，然后后面这边有门，那这样子就会有人这边走动嘛，对不对？那我们人坐的位置后面不可以有人在那边走动这个会让他坐不住会老板的话就不常来，就不想来这边，因为坐不住。员工的话就会离职，就想要离职，这个很准这个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园区在科学园区上班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单位里面很多人都要离职，但是都离不开。后来那个主管他就莫名其妙就把那个座位往前挪，因为我们那时候这边有一个门然后这边是换工具的换材料换工具的那本来我们人是坐比较后面，比方说位置是坐比较后面，这边都有坐人那位置比较后面嘛这样子很多这样子。然后他们比如说这边比如说这个人，比如说这个人要过来这边的话，他就要绕一圈这样子过来，对不对？比较不方便所以主管就把这个所有座位往前挪，然后这边的人要过来这边的话，他直接就这样子从后面走过来就好了。但是这样子一改的话，变成这两个都离职了这个1-2个月而已就离职了。本来说要离职都离不开，他一往前挪，后面有人走动，他就离职了这个就是这样子。所以办公桌后面如果有人走动的话，会坐不住，除非他是外务业务需要往外跑那种还可以。他如果是内勤的他就会坐不住，就会想离职好，那我们这个就讲到这边。
接下来我们讲求财篇第17个单元，叫神位上下开窗。这个是指说在神位的上方或下方有开窗户，比如说这样子神位在这边，那你看它的上方是指后面后面的墙壁的上方这边，或者是它的下方下方就是包括它的身后，这整个这边这边都不能开窗。开窗会怎么样？会破财，会犯小人。好，那为什么会破财？这个一样跟纳气有关，跟我们三元纳气有关。你这神位那么近在后方那么近，而且那么大的范围，它这一定会纳衰气。它一定会纳衰气的所以这个一定会破财的。好，那再来犯小人这个跟我们座位也是一样只要我们背后我们人坐着或神位坐着，它背后有门有窗的这个这一种都是犯小人或者没有贵人。这个很简单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这个窗户是不是这整片墙都不能用？比如说我开在这边呢或开在这边呢，这也是它的上下，那这可不可以用？这可以这距离远一点的话是可以的这个有时候为了让，比如说有的这个神明厅里面因为有烧香的关系，所以它空气会比较差它可能这边都没有窗户嘛，所以其实在这种距离神位比较远的地方，其实是可以开窗的或这边这样子，这是可以开窗的这没有问题。通常会开在上面的，比较少人开在下面通常会开在这两个地方开一个不可以两个都开，两个都开就很容易纳衰气那这个是第17个接下来是求财篇的第18个，神位左右两旁开窗这个跟17个其实是相同的道理就在神位的后面左右两边开窗。那左右两边它不一定是在正后面它像这种是在左右两边这靠太近了，所以不行再来加上两边如果同时开的话，一定也不是一定通常会纳衰气，三元纳气会纳衰气但是有时候不一定看如果刚好这边是在西跟西北的中间的话，那这样子看一边纳西一边纳西北是不会纳衰气，但这种情况比较少遇到，通常两边一起开的话通常都会纳衰气那纳衰气的话财运就不好，所以它就会破财。那犯小人一样背后没有靠，因为是窗户离它太近，这窗户如果是开在这边那就比较没关系因为比较远就没有关系。那因为是很近，所以一样后面会没有靠所以犯小人这个也是一样，后面没有靠犯小人没有贵人一样那纳衰气这边是3了纳衰气纳衰气的原因好，这比较简单那这就讲到这边好，接下来我们讲求财篇第19个收逆水这个我是要跟你们讲一个合之经的合之经里面的一句话了合之经或有的写合之章这个很多科目都会有一个叫什么合之经的比如说像文龙卦也有那阳宅这个合之经里面讲的大部分是行家的它理气也有讲到，但是比较少，大部分就讲行家的。那其实它里面很多
其实都是蛮重要的哦，都蛮准验的啊。比如说这一个啊，这一条它是怎么样哦？它原文是，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抄一下哦。这个我忘记写上去，何知人家不旺财啊，只少源头活水来。这句话哈，原文是这样子。那我解释一下哈，什么叫做源头活水来？这个活水哈，一般指的是指说有在流动的水，但是这里不是只有这样子。这里的源头活水来，它指的是指说来水的地方高，然后去水宽大。你可以先记起来。那我们翻译一下哈，何知人家不旺财，就是说为什么知道说这户人家他不会赚钱？那只因为他少了一条来水的地方高而去水宽大的河流啊，这它的翻译。那我解释一下哈，那这里的宽大指的就是地势比较低平。那我们房子要这样子啊，我们画平面的。假设房子是这样子，然后门向这边，那它的水要这样子流，这样子流过去啊，要经过房子的中心线嘛。好，那我们房子会这样子从这边过来流过来，就代表什么？代表说前面它的地势比较高。好，然后从这边流出去嘛，所以这边就比较低平。其实受溺水它讲的就是地势的高低而已，代表说它的屋前，这边是前哦，这边是后嘛，代表说它的屋前地势比较高，屋后比较低平，这样子的话才会受溺水。但是受溺水看是不是真的需要有水，不一定啊。水只是在判断它的高低而已。你今天如果说你的房子前面的地势稍高，也不能太高啊，稍高，然后后面稍低，只要这样子就是受溺水了，不一定说一定要有水流，不一定哈。我来讲清楚一点哈。那一般我们的房子跟路的高低要怎么样判断？怎么样的房子的高低是最好？这个有一个规则，这个是重点哦，这是秘诀哈。就是说你的房子这样子，房子的地基这里房子的地基这边，就是你的门这边门出来的地基这里要介于什么？介于路心与水沟之间，它的高度地基的高度你先抄起来地基的高度要介于路心与水沟之间我画给你看我就先擦掉了你们先抄起来。你们来不及抄可以先按暂停了什么叫路心？路心就是我们前面我们房子前面的马路，我们马路一定是这样子的它会这样子，这样子。我画比较夸张一点最高的这一个地方就叫做路心，然后两边这边有水沟嘛，两边这边有排水沟嘛，一定是做这样子，这样才不会积水啊。那有时候它会一边高而已，它会这样子，在转弯的地方那是转弯的地方，转弯会，比如说这样转过来的时候会有一边高一边低嘛，比如这边高，这边低这样子，但这正常的路都是路心是最高的，因为它要排掉水，要往两边排嘛。那你的
地基就是要介于这个水沟跟陆心之间，这样子，地基要在这个陆心跟水沟之间这一段，哦，这样才会收溺水。那你说，那我低于水沟行不行？不行，这样子的话，晦气会进屋，因为你太低，晦气会跑进去屋子里面，这样容易生病啊。这个是收溺水的它的条件。那收溺水其实还有很多啦啊，我们以后会慢慢讲到，有的有机会的话，我们会讲到了哈。好，那这个讲到这边哈。接下来是求财篇的第20个叫做朝堂高寮一成生。这个你看这个也是合之经的合之经跟第19个一样，合之经里面的揭露出来的。那它的原文是这样子：合之人家财旺盛，朝堂高寮一成生。那它还有下面一句：三环水抱更有情，左仓右库斗量金。那这是什么意思我解释一下这个朝堂高了一成生，它就指说你明堂见到的山一层高过一层，就是像这样子的。你明堂看出去有没有这边最低这边有一层，对不对？然后这边又一层然后这边又一层，这边又一层，最后面这边又一层，有没有？5层像这个也是这边这个一层，然后这边一层，这边又一层，又一层，这样子有没有？5层。不过这种斜的这比较不好，比较不算。这种的话比较好比较斜的就比较平的这一种比较好。那这也可以用在现代建筑山你比较少看到，但是建筑就是你看出去，它可能这样子你房子在这边，那你看出去的话，它可能比如说前面有一栋这样子，后面这边又有一栋可能是这样子，可能这样子，然后看到后面又一栋然后假设又一栋这样子越来越高就你看第一栋、第二栋、第三栋、第四栋越来越高，你侧面看起来就是这样子，你房子侧面看起来就是这样子，这边，然后这边又一栋，这边又一栋，这边又一栋越来越高嘛，越来越高嘛这个就是朝堂高了一层深一层比一层高嘛。那再来我们把这2句也讲一下三环水抱更有情什么叫三环水抱？三环就是群山环绕，那水抱更有情指的就是水流环抱，而且要流过房子的中心线。那什么叫有情？有情就是水流水流过房子的中心线，之前讲过嘛？这样子才有用再来，什么叫左仓右库斗量金？左仓就是你房子的左手边，就龙边这个仓就是类似于金形山，就上方有圆弧形的山。我们仓库的形状是这样子这叫仓库，这是仓了然后这种就叫库。仓就是上面是圆的，库是方的，所以这个圆的这个叫金形，这叫土形所以仓就类似于金形山，上面为圆弧形的山。那库就是土形山，上方为方形的山。那斗量金当然就是比喻说数量很多整句话的翻译是这样子为什么知道这户人家财运很旺盛因为明堂看到了一层高过一层的山，然后群山环绕，水环抱，经过房子的中心线，可以为我所用。然后左边有仓形山，右边有库形山，
如此必可获取数量极多的财富。哦，它的翻译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哈。好，接下来是求财篇的第21个，叫做唐气旺盛，财入丰。那这也是合资经里面的哈，它的原文是这样子：合资人家财运通，唐气旺盛，财入丰，名师妙策数精通，户比陶朱受蓬翁。好，那这个我解释一下哈，我们先看这个啦哈。这个唐气旺盛哈，旺盛并不是说气很强哦，风很大，不是这样子，而是指说哈，气它自然聚在堂前。也就是说，堂前藏风聚气啦。那这种最简单的看法，你要怎么知道说哪一间有这种情况？你就看看一整排的房子，如果说常常有那种垃圾有没有沙土啊、树叶吹到那一间的门前，那一间就是气自然聚在他家的前面嘛。那这种的话，通常会财入丰。好，那再来。名师妙策数精通，这等一下我再翻译了哈。这名师这个是指高明的老师嘛，不是有名的老师。有名的老师不一定高明啊。然后户比陶朱，这陶朱它指的是春秋时代楚国人樊梨。这樊梨据说很会做生意嘛，富可敌国就非常有钱。那受蓬翁，这蓬翁的话。他是彭祖，然后有人说他活到767岁，也有人说他活到800岁，反正就是很长寿了好，那我们翻译一下哈，为什么知道这户人家财运会亨通因为堂前能够藏风聚气，精明的风水师如果能利用真正的阳宅风水。帮人择吉，帮人找到好的房子，帮人调理，就可以让人住了之后，像陶朱公樊梨，那么有钱，以及像彭祖那么高寿。那这个当然是不可能啦，这是比较夸张的说法。你阳宅再怎么好，你也不可能活到800岁啊。所以这个阳宅带给人的财富，还有寿命，这个还要看当事人的命格所定还要看他命格啦好，那这个我们讲到这边哈。那接下来我们讲求财篇第22个无影无送不相亲。好，这个也是从合资经里面揭露出来的它的原文是这样子，这是不好的。合资人家贫了贫，无影无送不相亲。好，再来血水淋头割脚声，沙灰水走财不兴。这里面有很多专有名词这个无影无送不相亲也是好，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无影无送不相亲？就是水直流而出，没有遮拦。就是这样子比如说你的房子是这样子，然后门朝这边，然后它的水就是这样子直接出去，直接从你的屋后往屋前直流而出，没有遮拦，直流而出，这个叫做无影无送不相亲。好，那再来斜水，什么是斜水？斜水就是从屋后往屋前这样子斜过去。或从这边屋后往屋前这样斜过去，称为斜水。通常都是屋后往屋前然后从房子旁边这样斜这样过去，这叫斜水。好，再来什么叫临头？临头就指说距离你的房子很近，而且是从高处，比如说这样子啦，而且你的房子在这边然后这边有一个山。这边离你这边很近有一个山，然后这水有没有？山有时候会有下雨会有水这样子，它就直接这样从你的房子上面淋下来，这种叫淋头水。
就是它的水直接从你的房子上面淋下来的，叫淋头水。那这种通常都是山上的水这样子淋下来，那怎么会淋得到你？就代表说它离你很近，这样直接淋下来。这种的话住在里面的人头会痛嘛。再来割脚声，割脚声是指什么意思？一般我们割脚水它的定义就是这个水在你的笼边或者前面离你笼边或前面很近，距离笼边屋前很近的水，比如这样子，甚至有的会把你的房子这样子切过去也有，切过去你的房子这边这边你就可能会盖成这样子，会盖成这样子嘛，也有这种，就是很近，离你的房子左边前面很近的，没有缓冲的地方，这一种的叫做割脚水，等于说就是你脚踏出去就是水的那一种，那种割脚水，那种很近，这个主赔钱意外，会发生意外赔钱。再来沙飞，沙飞就是说风吹气散，跟我们上一节课讲的那个什么唐气旺盛，跟唐气旺盛是相反的。这沙飞就是风吹气散，没有办法长风聚气，风吹气散。那风吹气散，不聚气嘛。那水走的话就是一样顺水流，水直流而出那一种顺水流，直流而出或斜斜的斜灰水这种斜水这种都一样的财不兴。好，那我们翻译一下了为什么知道这户人家会越来越贫穷？因为水从屋后往屋前直流而出，没有任何遮拦，然后屋后有斜水，屋后有斜水而出，一样斜水，屋后有斜水往屋前直流而出，然后还有淋头水，还有割脚水，屋前有割脚水，然后还有明堂风吹气散无法聚气的，还有水流顺水，水流顺水而去的这一种等等然后这个财都不会兴旺。好，那这个就讲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讲求财篇的第23个叫屋向空亡。那这什么意思一般我们阳宅学上风水学上的空亡大概会有3个。第一个叫做大空亡，第一个大空亡。第二个叫中空亡。第3个叫差错空亡。这两个在阳宅上不会准，这一个它在阴宅上会用到，所以它阳宅不会用所以阳宅你不用管它，所以这个我们就不教了。那差错空亡也是它阳宅也是很少用到，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讲。那中空亡这一个这个很重要，我们讲这个。那你们如果想知道什么叫大空亡，什么叫差错空亡你可以去买有教材来看这个我记得初级班就有讲到了因为这个很简单只是我们这边你这个不会准的嘛，阳宅不会准，所以我们就不教。那这个很重要，这个会准，这很准但是也很少碰到啦。为什么我们来看它的定义中空亡它就是2、3之间的中线，应该讲两卦啦两卦之间的中线，所以它只有8组而已。你可以看这个图这个图，我们这什么叫卦我们一卦有3个山，这一个这个一个人子鬼这种叫做山人子鬼所以总共有24山。那我们一个圆圈是360度嘛，那除以24山，所以一山会有15度一个35度，然后一卦有3山，
所以一卦有45度，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这个这边有画出来，像这一种的这样子叫一个卦，然后这边有一个卦，有没有？这边它有画出来，这一个，这一个这样子，所以总共有8个卦嘛，这样子，总共会有8个卦，1、2、3、4、5、6、7、8，这是我写出来看的顺序。但事实上它不是这样子我用给你看到的，写专业一点1在这边1、2、3、4，这边没有，5没有，5在中间，然后这边是6、7、8、9，所以那5没有嘛，所以扣掉5就是8卦。好，那中空王就是在这8卦的交界，这8个卦的交界。比如说我这个癸跟丑的交界，那这边就是22.5度，所以它是固定的它是固定的，你看定义中空王就是两卦，应该讲两卦之间的中线比如说癸跟丑的中线就是22.5度，再来寅跟甲，这边寅跟甲的中间67.5度，在乙跟辰的中间有没有？112.5度，就这几个，巳跟丙的中线，这个巳跟丙，还有丁跟未嘛，申跟庚，辛跟戌，亥跟壬，就这样子，然后度数分别是这样子，好。那这个你一定要这样子你量出来你的坐向量出来很准，刚好你这样量出来，它的坐山这边就刚好是一个巳跟丙之间要刚好157.5度你比如说我158或者157都不行，就是要157.5度，要刚好很准，所以这个很少遇到了好，那为什么两宫之间会不好？它其实两宫之间，它也是跟纳气有关，它就容易受到两宫的气。这个宫就是卦的意思那两宫之间的气两宫它除了东跟东南，它这两个都不好。那西跟西北是两个都好，除了这个之外，其他都会杂一个好的跟不好的。那你杂好跟不好，那就是会这样子，会精神错乱，所以他会出懒人、智障精神病，小孩不乖，家人犯桃花、破财等等，所以这个很严重好，那我们这个就讲到这边接下来是求财篇第24个单元，叫子白飞星财位之造化。那这个比较理论性比较学术一点可能要花点时间来讲。但是我要跟你们讲的是说你如果光用子白飞星，其实作用不大。你一定要三元纳气调旺气。你如果三元纳气的外气调旺气，外气旺气的话，你即使不用那个紫白灰星的财位，一样可以赚到钱。那你如果三元纳气调旺气的话，再搭配紫白灰星，那当然效果会更好。但是你如果三元纳气没有调旺气，你光用紫白灰星这样没有用。那紫白灰星的财位的话，最好是可以再搭配招财虎。五路财神招财虎，所以这个像我去帮他看阳宅的话，我都会用一张这种五路财神招财虎。这个他的那个是这样子的，我稍微画一下那个招财虎给你们看它是这样子。这样子，当然你自己照画没有用了，这个因为这个那个笔你还要刺过，还要把神请到笔里面去，或者你要请那个家中神明做主，
好，那还会念咒语，这还有咒语，哦，这还有2个咒语啊，要搭配这样子哈，这个符才会有灵验。那符的效用都是1年，啊，所以我去帮他看阳仔的话，我会送他1张这个符，啊，实际看仔的才有了，哦，那经过1年的话，有的那个客户他会再跟我买，再跟我购买，哦，那远距看仔的啊，远距看仔的也有很多人都会跟我购买这种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财位怎么找哈？这个比较理论哈，所以你如果想跳过去也可以，哦，那如果你想听的话哈，也可以哈。首先你学这个，你一定要了解2个东西，第一个是九宫，第二个是后天八卦。好，第一个九宫图，第二个后天八卦，这2个你一定要先知道。那九宫图基本的开始这样子，1、2、3、4、5、6、7、8、9，这是基本的九宫图。然后你也可以把1摆在中间，2、3、4、5、6、7、8、9都可以摆在中间，然后一样顺飞。这等一下我用给你看了哈，什么意思哈？比如说我2摆中间，1啦哈，比如说我1摆中间，那怎么算？1摆中间，那就是2在这边，3在这边，4、5、6、7、8、9。为什么这样子？其实很简单啊，我1，你用这个1在中间，跟它5在中间，我是不是少了4？少了4，那你就把这边其他的都减掉4嘛。1减掉4，我们这个是最多到9而已，我们是9进位，不是10进位的所以1减掉4的话，是6，然后你就照这样子嘛，2减掉4的话是7， 3减4的话是8，然后4减4的话本来是0嘛，但是我们是9进位的，所以是9。那5减4是1， 6减4 2嘛， 7减4 3， 8减4 4， 9减4 5啊，就照这样子嘛。然后后天八卦是这样子坎在这边，一坎2坤然后3震4巽5黄这黄不是黄不是八卦这是看颜色5黄，然后6乾7兑8艮9离，这比较理论听不懂你就跳过去也没关系好，那它的方位是这样子，这边是北，这边是南，这边是东，这边西所以这边就西南，坤就西南，艮是东北，然后乾是西北，巽是东南。这个是后天八卦这是9宫。那这2个要搭配起来2个要搭配起来，那什么意思搭配起来的话，就是坎就是1嘛，坤是2，震是3，巽是4这个是5，这边6、7、8、9，对不对？那我们要找房子房子的财位在哪里的话怎么找？房子的财位它有分分坐向的跟后天流年的那我们流年的不讲，因为流年的话每一年都会变我们不讲，我们讲坐向的，你用坐向去找就好了，坐向它才不用每一年都变好，那坐向的话就是看你的房子的坐山是什么我们之前不是有讲过24山吗那你要看你是什么的，你如果坐北向南的，那北的话是坎1嘛，那你就要把1摆在中间，入中宫，然后去顺飞把9宫图排出来，
那你如果是坐西南向东北的，那就是2，那就2路中宫，然后去排出来。坐南向北的就9路中宫，排出来。那排出来之后，你要找6跟8，6、8为财星。比如说你坐北向南的，坐北向南的1路中宫啊，那你要找6跟8，那6在这边，8在这边，对不对？好，那这边的话永远都是北哈，然后这边永远都是南，这边是东，这边是西嘛。所以你的财位6跟8就是在北跟东这边这2格嘛。你把你的房子分成9格，一般我们房子会长条形的那没关系，你就是把它分成9格。那假设你的房子我们刚讲过你是坐北朝南的嘛比如说你是这样子，坐北朝南在这边，然后这边就是你的东，这边是西。那我们财位不是北跟东吗？所以你就是这一格北，还有这一格东，所以你就在这边这2格里面，这是你的财位。那怎么运用？我们下一节课会讲。这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讲很多啦，像这个我在我的初级班里面有讲得很仔细，还有流年的我们讲得很仔细，还有9宫图每一个坐向的都有。那你如果听不懂的话你也可以到那个我的那个 YouTube 上，应该也有那种就是免费教学那边那最好能搭配宅星、宅飞星跟流年飞星成6、8同宫，那更好了。这你听不懂，你跳过去没有关系啦。好，那我们讲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讲求财篇第25个财位的注意事项，就是你财位找出来了那你要怎么样去使用好，第一个财位最好是直角方，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房子是这样子嘛那你会有一些隔间嘛比如说这样子，这是一个房间。那你的财位看如果刚好在这个房间的范围里面，那你就选这一个这一种直角方这种你不要选在这边嘛，不要选这边或者这边或这边或这边，这种比较不好你选在直角方，因为直角方比较不会去被人家动到第二个财位最好是不动方因为财位看要稳固嘛，财位要稳固。好，第三个财位最好常保明亮你这样子才会前途光明嘛。好，第四个财位最好放叶大而远的植物叶大而远这才叫圆满那为什么要植物？我们这个是要采它生生不息，因为植物有生命嘛。你采一个水晶或是什么那种死物，那个比较没有用。你要有植物生生不息。好，再来第5个财位不可堆放杂物，因为你堆放杂物的话就乱嘛，就会事情比较多，杂事比较多。再来第6个财位不可尖角冲射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财位放这边结果我这边这边刚好有一个什么柱子或什么东西它刚好是这样子冲射过来这个不行这个会被冲破，财位会被冲破会破财。第7个财位不可横梁压财就是我财位这边上面不可以是梁这边不可以是梁。那有时候刚好会梁的话怎么办比如说我这样子如果假设你真的没有地方放上面又是梁，那怎么办比如说它梁在这边这样子嘛我财位刚好用这个地方，那我怎么办？那我一样就是这样子，小桌子一样摆这边那黄金葛刚刚这个叶大而远的植物这个通常我会放黄金葛了这个叶大而远的植物黄金葛之类的你就
摆在这边，不要被这个梁压到就好。这边不要摆，你摆这边嘛。哦，还有我招财虎，哦，还有小夜灯，哦，你都可以摆这边，哦，摆在这个范围嘛，摆在不要被梁压到的地方啊。桌子压到没有关系啊，哦。第8个，财位不可接近火源，哦，因为这个叫火烧财嘛。火源就是厨房啊，啊，或者是旁边有那种什么微波炉啊，那个什么烧开水的或什么电器用品，尽量都不要哈，这叫火烧财。第9个，财位不可背门或窗，啊，就是你财位摆这边，你这边、这边、这边，还有这边不要有窗户或者门，这里。因为有门有窗的话，财会溜走嘛。好，那就是要注意这9大事项。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啊。